我妻子出轨了，对象是我表哥。我们3人正要去签离婚协议，结果砰，车祸了。再醒来时，我回到了我们领结婚证那天。这次没有争吵，没有狗血，我们都知道结束了。他迅速为杰森甩了我，和他一起出了国。我留在原地，埋头于法律书籍和案卷之中。5年后，他成名了，多亏了杰森的人脉。音乐会、金钱、粉丝尖叫着他的名字。我呢，依旧在一家律师事务所苦苦打拼，帮助那些需要真正法律帮助的人。然后家庭聚会来了，他挽着杰森出现，得意洋洋，光彩照人，冷嘲热讽的像在搞运动。但当我提到我要和别人安定下来时，他的脸瞬间垮了。我就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。你怎么敢开始新生活？第1章，卡莫里亚，海港城。我到达酒店大堂时，还没几个人来。我找了个安静的座位，打开笔记本电脑，投入到一个棘手的案子里。然后门开了，萨默、塔克和杰森、佩里走了进来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们身上。亲戚们立刻围了上去，马屁拍得震天响。萨默现在可了不得，在国外名声大噪，还嫁给了这么成功的男人。听说卡莫里亚音乐协会恳请他回来演出，他真是给全家争光。萨默，我家孩子迷小提琴迷得不行，整天念叨你，方便给他指点1、2下吗？萨默露出那种精心打磨过的微笑，依偎在杰森身边。别客气，都是一家人。孩子需要帮忙，尽管开口。这就像打开了闸门，恭维话像彩带一样满天飞。突然间，大家都记起是亲戚了，都想套近乎。萨默扬着下巴，享受着这一切，仿佛在开个人演唱会。我做完手头的工作，摘下耳机，打了个大大的哈欠，伸了个懒腰。有人转过头来，等等，伊森来了。还以为他不参加这种活动了。有人说话声音刚好大到能挑起事端。萨默的目光瞥向声音来源，然后扫视房间，直到落在说话人身上。他最近都没参加家庭活动。那人飞快点头，像在爆什么猛料。萨默脸上掠过一丝得意的小笑。5年前，我们刚领完结婚证那天醒来，发现回到了过去。那时我们正要去见父母。毫无预兆的，他在众人面前甩了我，径直跑进杰森的怀里，告诉杰森他爱他。然后他死死盯着我的眼睛，要求离婚，说杰森才是他真正想要的人。当时全家人都目睹了这一幕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今天又都在场。伊森是在博雷维亚律所吧？那家伙总是埋头工作，从不参加这些活动。赌他是为了萨默来的，可能还想挽回他。当年那事儿，简直丢人丢大了。第2章，萨默现在是明星了，杰森还是他经纪人，真是强强联合。伊森还想吃回头草，可悲。窃窃私语还在继续。萨默更加得意地靠在杰森身上，那都是老黄历了。他声音甜美地说，杰森才是我真爱。一片寂静，他们看起来如此完美，没人想翻旧账。我几乎没看他们一眼，只是招手叫来服务员。1杯咖啡，不惹事。我只想等我父母到场，说完该说的话就走人。杰森看不惯我这么淡定，他溜达过来，假笑挂在脸上，声音充满讽刺。伊森，哇，差点没认出你。你看上去累垮了，你那工作要把你榨干了。人们转过头来，吃瓜群众立刻上线，他们插话的样子好像我才12岁。伊森，你真该选个更好的工作，律师干个没完，赚的也没那么多。快30了还单身，真尴尬。难怪你不参加这些聚会，太让人失望了。我直视杰森，终于正眼看了看他和萨默。他的发型一丝不苟，裹着件柔软的开司米大衣，全身名牌，简直在闪闪发光，用钱堆出来的光。杰森穿着定制西装，婚戒闪亮，那派头像是刚从什么亿万富翁言情小说封面上走下来。难怪人们觉得他们完美，外形这块拿捏得死死的。
我揉了揉太阳穴，后退一步。杰森，说完了。说完了就靠边站。你身上那廉价古龙水熏得我头疼。杰森的笑容裂了条缝，但他还没反击，萨默就插了进来。伊森，埃克塞特，认真的吗？杰森只是客气一下。你什么态度？我咬紧牙关，怒火上涌，但我保持冷静，暂时没态度。忙了一天，累垮了，不是来怀旧的，就想清静会儿，行吗？他的表情扭曲了。萨默不习惯被无视，他以为他的生活是场我应该嫉妒的美梦。在他看来，我本该痛苦不堪，充满渴望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站在这儿，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。杰森立刻察觉到他的情绪，马上接话：宝贝，就是个家庭聚会，别让伊森影响你。经过当年那事，他耿耿于怀也正常。我们得体面点。这话奏效了。他紧紧抓住他的胳膊，看了他一眼。你说的对，你总是最会处理人际关系。然后他转向我，脸上写满厌恶。伊森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那么固执，一团糟。说实话，真可悲。第3章，如果你当初不是那么刻薄，也许事情不会闹得那么僵。他厉声道。他的话把我拽回了过去。上一世，我们在某个画展相识，很快看对眼，开始约会，然后顺理成章结了婚。我们办了个盛大的派对，朋友、家人，该来的都来了。就是那时，杰森不请自来，西装笔挺，一脸得意，扮演着完美先生。萨默看到他的那一刻，愣住了。起初我没多想，但那之后，他开始心不在焉，疏远我，不再同房，感觉不对劲。我只是不愿承认。我们兴趣相投，目标一致，我爱他，他不可能出轨，对吧？但后来他开始晚归，总是抱着手机。一天下班后，我看见他在外面和杰森抱在一起，我崩溃了，我爆发了，要个解释。他反唇相讥，伊森，看看你自己，总是筋疲力尽，邋里邋遢，像个落魄的老男人。杰森有你没有的一切，有魅力，干净，掌控一切，他才是我想嫁的人。这些话击垮了我。然后他说，这场婚姻就是个错误。我最信任的人，为了我自己的表哥抛弃了我。事情败露后，他毫无愧意，直接要求离婚。我失去了一切，最终我放弃了。在去签协议的路上，杰森一直喋喋不休。我气得没注意到拐弯的卡车，一声巨响，然后一片漆黑。等我恢复意识，又回到了我们领结婚证那天。我不想再经历第2次那种烂事，所以我放他们走了。他们在一起了，移居海外。我回到了律师事务所。这一次我占了上风，知道剧情走向，升职很快，成了首席律师。遇到了对的人，不再心碎，不再重来。全家人都到齐了。我父母挽着手臂走过来，满面笑容。伊森，跟大家都打过招呼了吗？我朝人群抬了抬下巴，他们都围着杰森和萨默转呢，估计都没注意到我。他们的笑容消失了，但没说什么。我理解，那2位在国外混得风生水起。当然，大家都想沾沾光。人性如此，巴结风光的，踩踏低调的。但我们往里走时，不断听到类似的闲话。当然，萨默最初是选错了人，但那个错误让他遇到了杰森，完全是缘分天注定。第4章，是啊，伊森人是不错，就是太死板，这么多年还耿耿于怀。要是他哪天需要求杰森和萨默帮忙，那就好看了。杰森迈着步子过来，假笑依旧，眼中闪着得意。他举起酒杯，停在我面前。伊森，别把他们的话放心上，我还是你表哥，需要帮忙尽管开口。萨默嗤笑一声，说真的，成熟点吧，学学怎么为人处事。看看你自己，简直一塌糊涂。我父母气得发抖，我拦住他们，挤出一个笑容。你说的对，字字在理。
然后我领着他们到一张桌子旁坐下，菜开始上了，敬酒也开始了。大家不停怂恿萨默讲国外经历，国外音乐家肯定很多，想脱颖而出不容易吧？萨默靠着杰森，亲了他的脸颊一下，然后容光焕发。是不容易，但杰森一直相信我。没有他，我可能早就放弃，困在某个小办公室里了。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你俩太合拍了。说实话，甩了伊森选杰森是他做过最明智的决定，彻底逆袭。他们轮番吹捧他，同时不忘暗戳戳地贬低我。在他们眼里，我不过是他升级路上甩掉的垫脚石。妈妈气得眼睛都红了，她靠过来低声说，他不就是拉个小提琴吗？有什么好炫耀的？我平静地看了他一眼，等莉迪亚来了，一切都会好的。光是说出他的名字，就让我胸口一松。但现在，所有人都围着萨默转，好像这场聚会压根不是我父母提议的一样。我们低着头等着，直到一个服务员礼貌地告知所有菜都已上齐，才有人看向我们这边。萨默环顾了一下酒店，打量着这市中心的氛围，墙上的画廊画作、水晶吊灯，像杂志拍摄现场般散落的时髦客人。他转向我，讥笑道：“等等，你订的这地方，你的工资够在这点杯喝的吗？这钱哪来的？律所的黑钱？想冲大款？”我一句话没说，起身去结账。路上，莉迪亚来了电话，说她可能会晚点到，让我先和亲戚们周旋一下。我们聊了几句，然后我往回走。刚到包间门口，萨默挡在了我面前。他上下打量我，眼神充满评判，然后把厚厚一沓现金扔在我脚下。别装阔了，拿着，用去吧。别说我没帮过你。我把钱推回去，自己留着吧。我不需要，而且这钱，省省吧。他厉声打断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赚多少？离婚后我就告诉过你，辞了那没前途的工作，又累又不讨好，工资还低。图什么？第5章，我一句话没说，径直走进包间。刚进去2步，就撞上了杰森。伊森，把话说清楚，别再缠着萨默，她现在是我妻子。别以为我看不出你这顿晚饭玩的小把戏，你的人生一团糟是你的事，别拿家人当借口掺和进我们的生活，少来这套，你只会让我们更讨厌你。我挑了挑眉，争辩毫无意义。知道了。萨默和杰森走后，焦点终于转回到我家。托尼叔叔最先开口，凯莉、布莱恩，这又不是什么大事，怎么突然想起来搞家庭聚餐？我父母相视一笑，然后抓住我的手，其实我们有个好消息，想和大家一起庆祝一下。我正要开口，门猛地被推开了。杰森怒气冲冲地闯进来。伊森，是不是你砸了萨默的小提琴？那琴值80万。萨默跟在他后面冲进来，抱着那把损坏的琴，双眼冒火。我刚才还好心觉得你可怜，想帮你，你就这么报答我？你在前台把我的琴毁了。伊森，你怎么能这么混蛋？我看了看那琴，几根弦断了，有些严重的划痕，没全毁，但肯定没法上台演出了。我保持冷静，我根本没碰过。有功夫在这诬陷我，不如去查查监控，看看到底是谁干的。我累坏了，只想宣布消息就走人。但杰森不依不饶，萨默和我一直有保镖跟着。琴放在前台，只有你出去过，肯定是你干的。亲戚们炸锅了，纷纷加入。伊森，就你出去过，跟萨默和杰森认个错算了，都是一家人，他们会算了的。就是啊，那琴值80万美金呢，要是他们真让你赔，你就完了。认个错就完了。杰森歪着头，眼神冰冷。这么着，你跪下道个歉，我给你打个折，赔10万就行。萨默马上接话，按规矩好好道歉，我就原谅你，否则法庭上见。我压下往上冒的火气，揉了揉太阳穴。我说了不是我，你们非要认定是我，随便，报警吧。
争吵声引来了酒店工作人员，但没人插手。所有服务员都聚在门口，安静地等着。然后，一个女子悄无声息地走进来，从后面伸手搂住了我的腰。她用冷静清晰的声音问道：“亲爱的，这儿怎么回事？”